们之前聊 X8 Ultra 的时候说会出一期关于 X200 Ultra 的内容，而在深度使用2个月之后，现在终于可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美经育，我是舒涵。这台手机是我们在2个月前自费购买的啊，不是什么媒体机，所以还请大家放心观看。本期视频并不包含任何的掐饭内容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客观中立的去聊一聊这台 Ultra。在如今这个影像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各大手机厂商也在影像领域不断发力，试图为用户带来更加出色的拍摄体验。这也是我们自己理解 Ultra 的意义。就本期内容，我们就不再对 X200 Ultra 其他比如说基本信息类的东西来进行聊了，因为其他博主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。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先礼后兵，来好好看一看这台 Ultra。X200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。虽然我已经不想用什么抬手出片这样老套的形容来评价它，但是在实际拍摄体验中，这种流畅自然的拍摄感受确实存在。而3个焦段14毫米、35毫米和85毫米，每一个也都踩在了摄影创作的甜点区。14毫米的鹰眼超广角搭载了行业唯一的1.28分之英寸的 LYT818传感器，配合 f2 的光圈，在保证广阔视野的同时，进光量和细节的表现远超同级别的超广角镜头。85毫米的 APO 超长焦采用了2亿像素的三星 HP9 传感器，将手机中长焦清晰度和实用性推向了新高度。而 vivo 在焦段选择上其实还是挺取巧的，就是它没有去追求极致的全覆盖，而是说落实到用户常用的3个焦段上，就无论是风光、人文还是人像，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视角。但是说实话，在发布前，当时看到 vivo 砍掉1英寸主摄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挺不爽。毕竟其他品牌的 Ultra 机型几乎都标配了1英寸的大底，而作为影像旗舰，这样的减法似乎让人有点难以接受。但是在实际体验中，在算法的优化下，35毫米在白天的表现相当惊艳。看这张室外椅子的样张，高光压制恰到好处，不会说为了去保留细节而让画面发灰。再看郑州老城区城墙的阴影细节过渡，就是从亮部到暗部的那种层次感也会比较自然，就没有那种生硬的断层。只有在处理金属表面反光时，算法偶尔会有一些激进，导致边缘会过度生硬。但是也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的个例，就是在拍摄建筑外立面时，水晶墙外立面的色彩以及高光下的地面，偶尔会出现这种像品红偏移的情况。而下面我们来细聊一下每个焦段。首先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的就是1倍35毫米。35毫米我用的是真的多，哪怕是相机我也买了3颗。35毫米的人文视角确实让人上瘾。它不像24毫米那样需要去刻意的构图，也不需要像50毫米那样可能退半步才可以框住，而是说你随手抬起就可以框住你想要的画面，也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。就无论是街头巷尾的烟火气，还是说朋友聚会的抓拍，都可以自然的呈现人眼所见的透视感，然后配合模拟胶片的预设，复古的色调里透那种生活的温度，就很容易拍出有故事感的画面。而85毫米这颗 APO 超长焦的表现，白天拍摄时，哪怕放大到449毫米，都可以清晰的呈现，边缘锐度也因为算法的加入，几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衰减。而夜景下的表现虽然让人惊喜，85毫米焦段能抑制噪点的同时保留灯光的氛围感，但是也不要高兴的太早。就是如果说 vivo 能看到我这期视频的话，我希望 vivo 可以在快门速度的应用还有算法的协同上再下一点功夫。就它会在暗光环境下甚至给到你1/14的快门，而且这不是个例。你说这个快门它能端住吗？那各位摄影师朋友肯定都能端住，但是如果对于日常使用的普通用户呢，就在晚上将是毁灭性的打击，甚至可以说会出现全是废片的情况。其实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安全快门，就比如说1/50这个快门速度，就哪怕是小白用户应该基本是 OK 的。包括对焦识别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非常灵敏。但是有时候好像过于灵敏了一点，就不要学我们某位相机的厂商啊。就希望后面的更新能进一步优化这些问题，然后来提升长焦的拍摄体验。而对于我个人而言，其实还是最喜欢这颗14毫米，就是广角有超大底传感器的优势在这里挥洒着淋漓尽致。就是同样拍摄大场景，它比其他手机的超广角多了一份真实感。我这个人是特别喜欢群像的那部分人。就比如这张铁画，在前方绽放的同时，所有朋友不约而同的举起手机，太棒了！这就是群像所带来的魅力。而我忘了是哪一位朋友说过，我这里借用一下他说的话，就是长焦确实很好出片，
因为它的信息密度没那么大。而在将来的某一天，你打开相册，看到夕阳，看到景色，它仍然很美，但是故事呢？反而是那些随手用广角拍摄的照片，会让你瞬间唤醒你对当时场景的所有记忆。那些藏在画面里的故事和人，才是摄影最珍贵的部分。而14毫米，它就是故事的记录者，它把更多的人和景纳入画面，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细节，让每一张照片都充满生命力。而在视频拍摄方面，同样展现出 Ultra 该有的水准，支持全焦段的 4K 60帧10比特 log 的视频录制。这里为视频的后期调色提供了极大的空间，让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录制出具有电影感的画面。而在实际拍摄中，不管是14毫米也好，还是85毫米也好，它都保持了出色的稳定性。相对拍摄时，画面颠簸感很小，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，视频的噪点控制也比较出色，细节保留还是挺到位的，不会出现画面特别模糊的情况。不过在 4K 120帧拍摄的时候，机身发热还是比较明显的，长时间拍摄会影响握持的体验。我们回到正题来说一说其他的加分项。变焦闪光灯绝对是夜间人像的救星，双分区的分件结构，2到3米拍摄人像，光线还是柔和可用的，皮肤质感也比较通透，就不用担心出现见光死亮的情况。不过我还是没有买那颗外置的增距镜，一方面主要是它并不便宜，另一方面就是它目前其实还不是说抬手可用的那个状态，需要进子菜单，并且日常拍摄中通过原生的200毫米再往上叠长焦的场景，在我这儿太少，否则便携性的牺牲大于实用性的提升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配件对于一些专业有这个需求的用户来讲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外置组件。所以你怎么看？另外就是必须单独夸夸这次的摄影套装，就是由 PGY Tag 来定制的快拆外置手柄，这绝对是手机摄影外设的教科书级设计。按键布局完全复刻微单，快门有半按对焦，全按拍摄的行程感。拨杆调整参数时阻尼适中，不会太松导致误触，也不会太紧所调整不顺。握持感更是惊喜，弧形手柄贴合手掌，长时间拍摄也不会累。装上手机后真有几分微单的手感。但使用时发现手机壳边缘是硬质的塑料，韧性不算太强，拆装时总担心应力过猛会磕碰到机身，就如果能换成柔韧性的材料，在保护性和耐用性上或许都能更上一层楼。而夸奖的话到这里就结束，我们来看看别的方面。X200 Ultra 在机身设计和使用体验上有值得探讨的地方，机身设计在带来出色影像体验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一点点困扰。是6.82英寸的大屏幕加上232克的重量，拿在手里其实不算轻巧，特别是镜头模组凸起的厉害，单手拿一段时间其实手酸的不行。但竖拍的时候也算因祸得福，镜头模组的凸起在竖拍时能充当天然的握持支点，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就是放在桌面的时候，手机会明显的晃手，无法平稳的放置。另外就是这样的设计，如果说是比较喜欢无线充电的朋友，就是你放在无线充电板上，需要不断的去调整它，这样其实还是不太爽的。这个手机的电池其实完全满足用户的日常使用，但是如果是高强度的拍摄的话，电量消耗速度还是偏快，而且频繁使用影像的算法功能，比如说长焦或者夜景模式的话，会进一步的加剧电耗。这对于需要长时间外出拍摄的用户来讲，一定要随身携带充电宝来以备不时之需。而尽管 X200 Ultra 的影像表现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入门级的微单的表现了，但是其实仍有差距，并且这种对比在下次产品发布会上其实还是少出现为妙。最关键的是，手机的光学虚化其实更多的还是算法上的模拟，和真实镜头光学带来的虚化其实会有层次上的区别。所以从影像性能到日常使用， X200 Ultra 既有让人惊艳的优点，也有不足的地方。而这些优点和不足汇聚到一起，构成了我们对这台手机的完整体验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，那么 X200 Ultra 绝对是一台可以让创作回归到本身的一台设备，没有用复杂的参数给用户设置门槛，而是用3个黄金的焦段加算法的加成，让普通人也可以轻松的拍出好照片。对于追求极致影像体验的用户来讲，它毫无疑问是值得入手的。虽然有着重量散热的小问题，但这些在设备上瑕不掩瑜，它不是微单的替代品，而是可以让普通用户无需钻研复杂的摄影知识，就可以将街头烟火气和山河的壮丽定格的产品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，还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1键3连。我们下期再见 ，Respect。